帮你整理澳洲知识，带你探索澳洲文化。大家好，我是 Jen。移民澳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相信走过这条路或是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朋友都可以感同身受。我从高2来到澳洲，读完高中，读完大学，到出社会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，中间有很多人生中重大的决定都是以移民为首要目标，加上一些运气还有亲友的帮助，才能顺利拿到澳洲的 PR。那么今天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分享我的移民故事，包含我所有的想法，中间每一步的计划，还有如何做出每一个不同的决定。无论你是还没有出国正在观望的朋友，或者是已经在澳洲准备移民，都希望这支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我是2011年来的澳洲，然后一开始是从高2开始念书，然后念到了大学毕业这样子。那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的 Computer Science 这个科系。那因为呢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还蛮明确说移民是我未来的目标，所以我在大2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雅思，然后考了3次，到了大3的时候才考到了雅思的4个7，就是说听说读写4项的平均分数都有在7分以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独立技术移民的打分系统里面可以加10分。那大学毕业之后呢，我大概是在2017年的3月份左右拿到了485，就是毕业后签证。那我自己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因为我在2011年的11月以前到澳洲，所以我的那个签证只有1年半，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有2年的签证。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想说，那我要赶快把那个分数凑到，所以我就一边打工一边读拿铁跟 PY， 就是刚刚讲过的那个翻译还有职业年。我大概是在2017年11月左右拿到的拿铁3级B1英翻中的证书，然后在隔年的2月左右拿到了 PY 的结业证书。那在 PY 快要结业的时候，大概是9月份10月，我就大概知道说自己分数已经凑得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开始找正职的工作。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幸运，就是收到了 BNY 的 offer， 然后他们也同意帮我办457的签证。那457的签证呢，其实我当时运气很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算是最后一批，在隔年他们就把这个457的签证变成了482。那457跟482的区别就是说，457它其实没有一个先前的工作条件的限制，然后482的话，它是一定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申请。那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，其实是会变得难很多。那之后呢，在 BNY 工作的时候，虽然我知道说457在就是留个2-3年就可以用186去做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签证，但是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很多准备了，就是对独立技术移民这个方面，然后我也不想说再等个2-3年，因为你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嘛，所以我就是还是有做2手准备这个样子。那当时因为男朋友他的那个工作经验1年之后才有拿到加分，所以我们是在2019年的1月左右才申请的 EOI， 就是意向书这样子。这边提醒一下大家，我在递交的时候，除了189独立技术移民之外呢，也有勾选190州担保。那这2个签证呢都可以勾选，到时候再看哪个邀请先下来申请哪个就可以了。那在递交 EOI 之后没有过太久，大概在3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收到了移民局的190的邀请。那虽然不是独立技术移民189，但是有那个永居签证就已经很好了，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就是太多犹豫，就赶快去办需要的文件，然后体检那些东西，就递交上去。那之后再等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，在2019年的12月下签。其实我整个申请的过程之中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，所以每一步要做什么其实我都还蛮清楚的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运气很好，有一个部分就是 BNY 当时提供了我一个457的签证，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时的分数的确没有像现在这么高，所以呢我要凑的分数其实我大概凑一凑也就可以了。不过呢，这边还是有一些建议想要给到大家。就第一个就是千万移民一定要及早准备，你不要等到就是签证快要到期的前2-3个月再想说的那我要怎么移民。如果你太晚去做的话，因为你不知道签证就是政策什么时候会改，所以它一旦你的计划有变的话，那其实就会很麻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算是我自己踩过的雷吧，就是 Medicare 的部分。那 Medicare 呢，我是在我的签证下来之后我才去申请，
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其实不用到签证下来之后才申请，你其实递交了签证申请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 confirmation 的 email， 你拿着那个 confirmation email 还有 bridging visa 去申请 Medicare 就可以了，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你的 overseas cover 就是海外的保险停掉。那我自己是等了大概有8个月，等到移民签证真的下来了之后我才去申请，所以等于说是白白浪费了还蛮大一段时间，所以这个部分算是我自己踩过的一个小雷，然后可以先告诉大家这样子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将近10年的移民历程，希望各位观众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资讯。那么下一期影片我会邀请3位朋友来分享他们技术移民的过程。这3位朋友呢，分别从事3种不同的移民职业，而他们移民的年份跟过程也都各不相同。其中还有一位朋友是前几个星期才刚刚获得了独立技术移民的签证，而他的分数高达了100分。那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移民的吗？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